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。那我在我的每一期视频呢，都会挑选一个话题，然后用最自然的方式跟大家聊聊天，让你们在不知不觉当中，锻炼到自己的听力，并且学习到非常有用的一些中文表达。那如果你的中文水平是在中级或者中级以上呢，我相信我的视频会是你一个非常好的选择，所以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美国科学家在 TED 上面的一个演讲。那这个科学家呢，他的名字叫 Taylor。他是一个博士，毕业于哈佛医学院，同时呢，他也是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的神经解剖专家。那在他37岁那年，他的左脑中风了。正是由于中风这样一个经历，让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开悟的感觉，然后也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意义。在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，Taylor 博士的左脑的一根血管突然爆裂。那当时呢，他并不知道，就是自己已经是中风这样一个状态了，因为他只是感觉到自己的左眼后面有一些疼痛，然后呢，他当时并没有特别的在意，而是起床以后跟往常一样，继续去锻炼身体，去运动。那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他左脑是一直不停的在出血，而且他的左脑也正在慢慢的丧失它本来应该有的一些功能。那正因为这个左脑功能的丧失，使得 Taylor 博士他的右脑呢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。也正因为如此呢，让他在运动的过程当中，体验到了与往常非常不同的一种状态。在说这个非同寻常的体验之前，我们先来聊一聊左右脑的功能。Taylor 博士在 TED 的演讲里面，他是这样解释的。他说，我们的左脑和右脑呢，其实是两个非常独立的，而且完全不同的个体。那么左脑和右脑它思考的东西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我们的右脑其实关注的就是现在，就是此时此刻。就是此时此刻你看到什么，你闻到什么，你听到什么，你感受到什么，这是你的右脑来管的。那你的左脑呢，其实关注的一直是你的过去或者是未来。当然，你的左脑也会从现在抓取一些信息，但是它抓取的现在的信息呢，往往是跟过去是有联系的，或者它抓取现在的信息来展望你的未来，这就是你左脑和右脑的不同。那我们回到前面说的。Taylor 博士在自己左脑出血的状况下，他继续运动。那在他左脑慢慢丧失功能的这样一个状况下，他到底体验到什么呢？就是他非常深刻的体验到，就是非常清晰的体验到，他的手像爪子一样的抓着运动的机器。然后他开始关注到自己正在运动的身体，他说这是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，因为在之前他运动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些细节。
那这就让我想到我自己在跑步机上跑步的时候，我从来不会去想，自己的双腿是怎么运动的，或者我也从来不会去想我自己是怎么呼吸的。虽然呢，我以前的教练一直会提醒我，跑步的时候要关注自己的呼吸，但是我从来不会去想这些事情。我经常想的呢，就是我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做完，或者是我跑步完以后我饿了，我是吃鸡腿呢，还是吃芝士蛋糕呢？或者呢，我会去想一些最近可能发生的一些让我不太愉快的事情。那真的我是非常少去关注到当下。因为所以这就可以证明我是一个被左脑完全控制的人。而那一天 Taylor 博士他在运动的时候呢，因为他左脑出血，然后功能退化，所以呢让他的右脑的思维变得异常的清晰。那他开始关注到当下，关注到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，所以呢他也体验到了他以前从来没有体验到的那种感觉。正是因为这样的体验，让他真正觉得自己活在了当下，让他觉得自己的内心呢有一种非常深刻的平静，一种宁静的感觉。那作为脑神经专家呢，他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其实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选择，你是被你的就是到底是选择左脑呢，还是选择右脑？那选择左脑呢，其实就是你是选择了你的未来，或者选择了过去，而选择右脑呢，其实就是你是不是选择活在当下？我以前呢有看到过一句话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人之所以焦虑呢，就是因为他不是活在过去，就是活在未来。那有很多人可能经常会因为过去没有完成的一些事情而觉得遗憾，或者是因为过去做错了一些事情而觉得懊悔。那又或者呢，有些人他是对未来会感到不安，就是未来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呢？他们觉得非常难控制这样子。那其实要真正活在当下呢，并不是像 Taylor 博士说的那样的简单。就是我觉得因为人从小呢，他受的教育就是其实都是在开发自己的左脑的。那比如说就是语言啦，然后算术啦、推理啦、逻辑啦，这些都是跟左脑有关系的。所以要真正活在当下，并没有那么的容易。那如何做到这一点呢？我之前在我的一个视频，就是获得幸福的8个特质里面，有提到过一种方法，就是冥想。那冥想呢，是真正让你关注到此时此刻你自己的呼吸，然后让你真正就是生活在当下的一种很好的方式。那除了冥想呢，我最近有发现，其实游泳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。那游泳对我来说呢，真的是另外一种冥想的方式吧。因为在游泳的时候，我非常关注自己的呼吸。特别是当自己就是游泳还不是游得非常熟练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我必须要关注自己的呼吸，因为如果呼吸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非常可能就会呛水这样子。那当然，等你游泳游得非常的熟练，就是呼吸在水里呼吸换气，就好像在就好像在陆地上呼吸一样自然的时候呢，你也有可能就会开始去想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样子。
你们有什么可以让自己活在当下的好方法呢？记得在留言里面告诉我。在今天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面呢，你们也可以找到 Taylor 博士 TED 里面的演讲的链接。那在他的演讲里面呢，他讲了很多关于左脑和右脑的一些不同的功能啊，还有他中风的时候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体验。他讲了非常非常多，我觉得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吧。那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自己去看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，请记得给我点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